皆さんこんにちは，Jeffです。那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这个1978年东映蜘蛛侠放送期间上架的 DX 超合金雷欧帕顿的这个玩具，是剧中登场的这个超巨大机器人。那么在这个包装左下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角啊，从地狱归来的使者 Spider-Man。然后来欣赏一下整个老的包装吧。在背面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老的超合金玩具它会附带一个机器人的内构图啊。然后在左下角的话还能看到关于雷欧帕顿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它的一些信息之类的。然后整个包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上面的一些文字好像略微浮夸，但我还是蛮喜欢老包装的这种独特风格的。那么它的内容物以我们今天的审美来看，还是否能让人满意的？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立刻就打开包装看一下玩具本体表现怎么样吧。OK， 那现在这个雷欧帕顿的玩具主体已经是取出来了，看上去感觉还不错啊。然后整个的话，高度是在20厘米左右，还是一个中等偏大的一个尺寸吧。我们可以拿那个超合金魂来对比一下。那超合金魂的话，是一个很适合放在手里玩的一个大小，大概是7厘米左右。这样一对比的话，就显得超合金魂显得有点精致小巧了。让我们看看这个老合金的雷欧帕顿它的一些各方面表现怎么样吧。首先是它的一个可动性，肩膀的话是给了一个齿轮关节，还是掰起来的手感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东西了，但这个齿轮关节的阻尼感还是相当强的。然后腿部的话是零可动啊，一点可动都没有，前踢后踢都没有，就是2根柱子。然后背面的话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比较关键的头部可动怎么样呢？那很遗憾，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可动啊。老合金的机器人就是这样，但是也不要太失望了，有几个玩法是只有在老合金上你才能看到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Rocket Punch， 啪嗒，还有胸口的这个弹射子弹。空投发射，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弹簧力道还是不错的。好了，那果然作为一个变形机器人，最关键的玩法还是变形。让我们开始吧。把手臂往上翻折。其实玩过超合金魂的小朋友对这套变形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哈。整个变形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OK， 把拳头这样子翻过去。这个火箭飞拳的拳头是不用取出来的，它变形之后会直接卡在这个里面，刚好可以卡紧，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然后是另外一边的拳头，就是一样给它往上翻。因为已经是很老的东西，所以我不敢掰得太用力，变得比较慢，大家见谅哈。OK， 给它里面翻出来。然后是腿部，前面提到这个腿部一点可动没有，就是因为这个腿部要参与变形，把它整个外夹给它翻上去。然后最后是给它胸口往上翻，之前的话要把它的头先收纳到背面，给它这个翻开，让脑袋塞进去，然后这样的话胸口就可以往上翻了，收纳进去。然后最后是把尾部的这个上面印有漫威字样的这个给它翻出来。OK， 那么整个就变形成了我们的这个母舰形态。那变完之后的话，它底下有的4个金属轮子就起到作用了，你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这样子滑动着玩。这个在超合金魂是没有的，是属于老合金独占的一个玩法，所以说老的东西它可能会更像玩具一点。好的，360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据说设计师村上克斯给雷欧帕顿这个母舰形态还融入了一些狮身人面像的元素，
也是挺天马行空的。然后涂装方面也很不错，脚底的细节喷口也有处理，整个造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依然是非常帅气啊。那这款雷欧帕顿的测评，大家看下来不知道感觉怎么样？老玩具还是非常有魅力的。另外，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小伙伴注意到一个点，就是我们看这个玩具的包装峰会和玩具主体好像长得不大一样嘛？这是怎么回事呢？比方说，我们看它这个头部，这个头部的头雕和玩具的头雕好像长得很不一样吧？这个玩具的头雕明显长得就会更凶相一点。如果这个不大明显，还有其他明显的，比如胸口。那胸口跟这个就图案明显不一样了，包装上的是一片红，那玩具是有做分色的。还有像腰带这部分，峰会上明显是一个透明件，那玩具的话也是给了个实色涂装。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很多老的机器人玩具，它的玩具造型是以剧中造型为模板进行设计的，所以是先有剧中的皮套造型，再有玩具实物。所以像这个雷欧帕顿，它的峰会的话，明显是参考的剧中皮套，但玩具的话又是经过另外的设计的，以至于出现峰会和玩具实物货不对版的这个情况。这一点也算是当年的玩具从设计到发行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插曲。OK， 那么本期的老玩具介绍就到此结束，让我们下个玩具再见，886，886。